不管是在一战、二战，所有的人员流动的话，它没有停过。日本是个岛国，它的所有的原油啊、天然气啊，以及各种原平时用的牙刷、牙膏这些东西也会涨。股市怎么样？我觉得股市不会大跌。有一颗导弹击中了一台汽车，那是咱们中国产的 BYD。这不就坦克吗？你就要跟车比。美国和以色列，然后对伊朗进行了这个打击之后，伊朗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。然后因为日本70%-80%以上的原油以及天然气是依靠中东地区的沙特运到日本来的。这样日本国内的市场到底是客人会多了呢，还是客人会少？首先，客人是呈现往下降的趋势，这是一定的。日本是个岛国，它的所有的原油啊、天然气啊，以及各种原材料的输入输出，全部都靠这个，要么就是中东，要么就是俄罗斯或者远东。首先，原油价格肯定上升了，运输价格也上升了之后，中东那边的高端的客户他就不来了，这可能会有一个蝴蝶的效应。日本的原油和日本的石油涨了。因为我这2天去加油的时候的话，所有的加油站是就已经涨了7、8块钱了。对。然后如果时间周期再长的话，会不会对日本这个所有的汽车的加油站的话，或者天然气会造成上涨的趋势的话，日本政府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。2种可能，一种可能就是你说的人员就流通会下降，但还有一种方向，因为欧洲在打仗，中东在打仗。不管是在一战、二战的时候的话，所有的人员流动的话，它没有停过。也有可能会选择更安全的日本。在这个时期，虽然物价价格相对来说上涨，但是日币贬值啊。但是日本的话呢，本身国内的这个服务态又比较是受其他国家的认可，大家可能去迪拜的客人就会选择来日本，去阿联酋的客人也会选择来日本。但这个时候，我们作为酒店行业应该注意的事儿是什么？我们住宿的东西，住宿的时候提供的一些服务也是相对非常安全的。亚洲至少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，不光是在日本能做旅游，包括韩国也很好。去中国旅游的客人也许会增加。能看到一个新闻，在整个伊朗被袭击之后的话，有一颗导弹击中了一台汽车，那是咱们中国产的 BYD。然后除了车窗被震碎之后的车体没有什么太大完整，变成这个叫装甲战车一样。我们也能受到这种自然灾害，我不希望有战争，然后一样可以保护住人的这个生命。这不就坦克吗？你就要跟车比，咱这是坦克嘛，咱是9吨呢，对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咱俩有点像硬性广告。发生任何没有办法去预测的这种危机的情况下，大家人还是需要有个住宿的地方，最好是能够让大家能自给自足的。万一哪一天断水断电，能源都不行了，我们有一个自己可以发电、自己可以产水的舱体，住在这儿之后的话，大家会安心吧？塑料袋会涨价，因为它是石油来的。平时用的牙刷、牙膏这些东西也会涨，酒店运营成本就跟着涨嘛。股市怎么样？股市也会涨。俄乌战争打了4年了，股市有跌吗？没跌。伊朗和他打仗的话，到现在日本的股市有跌吗？没跌。日本的这个野村证券、日本的大和证券出来都算下，今年日本的目标是65000点，股市一定会涨。燃油储备虽然日本政府说能坚持3个月啊，但是我们知道美丽国讲的战争要干4到5周嘛，到底日本人能不能坚持得住，这大家都会关心这个事情，我们也很关心，因为生活在这儿，我们不希望到时候哪一天回家洗澡天然气用不了，也不希望到时候洗不了澡，因为我在日本生活20多年，日本有过地震，有过灾害，日本的国家储备这块我相信是没有问题，但是到底是会打仗还是不会打仗的话，我们只有等待后边的2、3周。流淚看見這大悲憤，是控訴戰爭到最後，傷痛是兒童，我向世界呼